大家呢是绝对想不到啊，很多人都从这个高层呢普遍是搬到了这个低楼层。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做出这样的一个选择呢？宁愿选择这个低楼层，也不会选择再住这个高楼层啊。其实呢，高楼层呢它的弊端呢主要有以下这个3点，可以说让住进去的人呢真的是深有体会啊，真的是肠子都悔青了。尤其是咱们现实生活当中啊，准备买房的一个朋友，准备买那种高层住宅的一个朋友啊，这个视频呢你一定要认真的把它看完。为什么我们不建议，就是说很多人不建议买这个高层的一个住宅呢？通过以下3点呢，你就会完全明白。也希望大家呢对这个视频呢能够给我一个免费的赞、免费的关注，然后也可以收藏转发起来，就是对我的一个支持啊，也是对我辛辛苦苦录视频的一个支持，让更多的人都能够了解一下。那么首先呢，我们就来给大家好好的说一说高层楼房的一个3个弊端。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它在未来呢，如果说是要面临拆迁的话，它的拆迁难度呢是非常难的。我们都知道啊，这个高层楼房呢住的这个住户呢是非常的多，那么对于这些开发商来说呀，就是他们呢会考虑自己的一个成本问题，拆迁的一个成本，对不对？那么对于那些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一个楼层，又有哪个开发商会选择去拆迁呀，对不对？拆迁成本呢真的是让人非常的头疼。所以说未来拆迁呀，就是这个问题，就是这个方面来说是非常的难的。那么第二点就是高层楼房相对来说呀，未来就是它如果你想置换、想去变现、想卖出去的话，也是非常的难的。随着人们生活的一个压力越来越大，很多人呢他不愿意住这个高层楼房。打个比方说啊，我们平时就是坐这个电梯上下班，接这个孩子，包括接这个孩子上学，就是因为这个电梯的问题啊，它是有那个寿命的，而且呢等电梯的时间是特别的长。也就是说呢，一旦我们在这个高楼层里面住个10来年之后呢，就是这个电梯呢很可能会出现一个维修的一个问题啊，而且呢万一就是这个电梯停电，那真的是要哭晕在这个楼道里，哭晕在这个厕所里面啊。就是平时呢上下班等这个电梯的时间也是特别的漫长，基本上很多人呢上下班上学呢都会因为这个等电梯太长而出现迟到的一个问题，真的是非常麻烦的一个事儿啊。所以说呢，就是因为这一点问题啊，也让很多人呢不喜欢住这个太高的一个楼层。那么第3个就是高楼层呢，它确实呢给很多人，特别是那种恐高的人啊，那种心理啊是难以接受的。特别是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啊，很多人觉得呢住得越高呢就越不安全啊，而且呢很多高楼层呢，你比如说它以后呢出现这个火灾，消防呢救援呢那种云梯呢只能够达到10几层16层嘛，你像30、40层那种高层住宅怎么救援呀？就是想想都有点绝望。包括南京的那种火灾那种发生的一个事故也都是历历在目啊。再加上筑造高，你虽然说看得远望得远视野好，但是给人一种压抑感呢，很多人就根本不敢去那个阳台，不敢去那种楼道里去看一看，真的是那个双腿都是瑟瑟发抖的啊。虽然说高层的这种住宅呢，它有它的一个优点，比如说采光是比较好的，没人遮挡你的阳光，还有它的通风效果比较好嘛，视野也比较开阔。但是呢，你像我们刚才提到那种3点，比如说拆迁难度比较大，没有开发商愿意拆迁，然后再有就是他那种有恐高症的那种人，然后住上面那种安全性考虑的那种人，还有就是对电梯要求者比较严格的，然后对时间要求比较严的这些人，然后出门比较多的一些朋友，可能就会感觉非常的不方便啊。以上这3点呢，就是我们说的高层楼房的3个弊端。大家认为我说的对不对？说的有没有道理呢？如果说你现在去买房，你会选择买那种高楼层还是低楼层呢？也欢迎在评论区里面留言讨论。好了，本期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